你是不是覺得一個月賺1萬塊錢很難？但是你又看看自己身邊的人，好像他們一個月賺個4、5萬甚至更多，而且呢每天也活得非常的瀟灑，讓你自己呢反而更加的去迷茫了。 OK， 我們先靜下心來，用10分鐘的時間，我們來講一下這個賺錢的底層邏輯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邏輯。首先我認為我們應該都要想明白一件事兒，就是我們每天大家是拼命的去工作，去上班，去找渠道，找项目，去挣錢，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思考過这个钱到底它是怎麼來的？我認為只要把這件事搞明白了，錢自然就會裝進你自己的口袋裡面。各位 OK， 請先閉上你的眼睛，先聽我講，你去想你有沒有就是有一個你現在特別想解決的一件事，然後呢你一直沒有解決，然後在你的腦海裡你又感覺很麻煩很難受，你是否願意去花錢去解決這個問題？你別管花多少錢吧，反正願意花錢去解決這個東西，有沒有這麼一件事？你仔細想一想。 OK， 好，大家睜開眼睛。如果說你睜開眼睛正好看到市面上有這麼一個可以解決你這個方案的問題，然後呢而且這個人你也是比較信任的，也這個價錢呢也比較合適，那麼這個事兒是不是就有可能促成一個成交？所以我認為賺錢它就是靠的滿足某一個人的特定的需求來賺的。就是你好好想一想，不管你是在上班還是做生意，你所有賺到的錢是不是因為你滿足了某一類人的這個需求，別人給予你的回報，對不對？反推是不是如果說你想要賺到錢，那麼你就一定要滿足有一類人所需要需求的這個能力，對吧？那比如說人性呢，因為人性喜好不勞而獲，所以呢才出了彩票。因為人性，然後他喜好好奇，所以說就出了盲盒。因為人性他有焦慮，存在焦慮，所以就出了保險。那人性呢也喜好這個以小博大，所以說出現了股票。那人性也喜好這個貪小便宜，佔便宜，所以說就造就了黃老板登頂首富，對吧？是這麼回事吧？那包括你每天去刷的各種的短視頻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有很多的博主教大家去做自媒體，或者說教大家去做抖音，但是真正能夠堅持下來的人又有多少呢？沒多少。你有沒有發現你身邊有很多實體店的老闆想要去做這個自媒體加實體，挽救自己的本行業，那麼他卻不知道這個0到1體系如何去搭建的老闆。再或者說你去逛那些做知識付費的平台，你有沒有去看那些用戶吐槽這個課程他的訴求是參差不齊的，卻依然願意為這種靠譜的付費內容去買單？就是你想明白這個問題之後，各位你還迷茫嗎？是不是有路子了？其實需求是無處不在的，只是說你從就是沒有用的這一個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所以說你找不到，你只是在被動的為自己而生活而活着，而不是主動的去尋求這個機會。其實我認為賺錢這件事它本質上它就是發現需求，或者說制造需求，然後呢去解決滿足需求，對吧？你能夠解決多少人的問題，那麼你就能夠賺到多少錢。你能夠解決多大的問題，你就能夠賺到多大的錢。很多人賺不到錢，不是因為沒有機會，絕對不是沒有機會哈，是因為他壓根就不知道這個機會長什麼樣子。真的是這樣。為什麼？你以為你每天都在互聯網上找風口，在實體找風口，其實你每天都是往坑裡掉。我們理解的這個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它其實是有一個偏差的，各位。這個偏差呢，如果說你在你以前就是自己的範圍內，你會發現你沒有什麼東西是別人所需要的。但是我是如何開了這個竅的呢？各位，我給大家講一下，就是我前幾年因為我這個人啊，他一直是做那個自媒體電商行業的。我之前呢一直問我身邊的這些朋友啊，你們需不需要知道如何去選文案？不知道。你們需不需要知道我是怎麼拍視頻有流量的？不需要。但是有一次我去參加了一個那個線下課，這個線下課裡面都是大大小小的實體店的一個老闆，幾乎沒有像我這樣做自媒體的。我不說，你們幾乎也知道，這個線下課是誰的。
四面八方來的都是這種實體店的老闆，大大小小都有。我們當時我記得是做了一桌，我們那一桌有幾個人吧，就我一個做自媒體的。他們有一個問題在討論，就是他們不会去选題做自媒体，我給他們解決了，我感覺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然後呢，這些老登聽我解決完之後，他們的眼裡放光，感覺我就是一個特別牛的人。其實我就是演示了一遍，我打開了这個 DeepSeek， 然後呢，我讓他就是給他傳输了內容，是讓他選近1個月的爆款的選題，然後再根据他們自己的行業寫上自己所需要爆款小题的要求，選了10個爆款選题，然後讓 DeepSeek 給產出来。那麼產出來之後，你再去抖音的搜索欄裡面去搜索這10個爆款選題，如果搜出來的視頻它的點讚量前幾個是很爆的，那麼恭喜你，你再根据這個選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實際的結合的實體信息，然後你的選題就出來了，你的內容也就出來了，你的流量也就來了。如果說你搜出来的選題幾乎没有幾個點讚的 OK， 那麼你就放棄換掉就可以了。我感覺這是我們做自媒體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哈。但是當時我忽略了，我是一個做自媒體的，他們是做實體的，他們不懂，我當場就豁然開朗了。我就感覺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這個線下課的老闆他沒有幹過實體，他還能教這些實體的老闆去做實體。不是他有多麼的牛逼，而是之前他待的圈子裡邊的需求跟當下的需求他不匹配，只是跟這些老闆匹配上了。所以說各位，你千萬不要認為你自己掌握了一些知識經驗，你用身邊的人評價說這個東西需不需要，你就真的代表他沒有市場。就是他不是這樣的，你身邊的人他不需要，他不代表別人不需要，他也不代表沒有市場，对嗎？是這個道理吧？那普通人現在獲客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麼互聯網創業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哪裡呢？就在於它能夠讓普通人也有機會去撬動最大的一個資源槓桿。你不需要去很多的啟動資金，但是你需要有一個敏銳的洞察力和一個超強的一個執行力才可以做得到。就是關鍵不在於你自己掌握了多少資源，而在於你能夠解決哪一個細分領域裡面的一個賽道的一個問題。那但是問題來了，你怎麼知道別人是需要還是不需要呢？你怎麼去定位自己的方向呢？這也是個問題，對吧？其實我感覺一開始定位問題它就是一個謊言，巨大的謊言。因為你一開始如果說去定位，就相當於我已經知道了我的用戶需要什麼，然後呢我再去做什麼。但是真實的情況是什麼？我上面大家記住我講的一句話沒有？你理解的世界和這個真實的世界它是存在一定的偏差，有這個中立的。所以說你應該做的是不斷的去嘗試發你的內容，等到市场有反饋了，那才是人們需要的。那同時呢，如果你也想去做這個賽道，那麼這就是你的定位。其實大部分人一開始來做互聯网做自媒體都錯了，一開始你不應該想着是通過自媒體去賺錢，而是你想着把你自己的認知和你的思維和你的經驗去分享出去，看看你分享的哪一部分是大家感興趣的。那麼你發現他們感興趣的时候，你再去發這一部分的內容。那麼如果說大家都還感興趣，那麼你的定位它就來了。那這個東西呢，也如果剛好是你最擅長的一個東西，那剛好你最擅長的東西能夠解決別人的需求，那麼各位，錢不就進入你的口袋裡嗎？对吧？我見過太多的人，無數的人收藏了乾貨卻從來不行動，也見過太多的小白，就是3個月從0到1也實現了在自媒體上幾萬到10幾萬的月入不等的收入。最近互聯網上有一個崛起的賬號叫做藍寶寶認知覺醒，就這個賬號不已經充分證明了我上面講的話是對還是錯了嗎？區別就在於前者是一直在等待完美的方案，那後者呢是在行動中不斷的更新迭代去優化。所以說你必須認清一個現實，就是在這個時代停滯不前就是你最大的風險。各位，當別人都在利用短視頻來構建自己的信任和自己的品牌價值，用私域去沉澱自己的用戶關係，用內容去打造自己行業的壁壘的時候，你還在糾結萬一我做不好怎麼辦？這件事能成嗎？這就是一個最昂貴付出的一個代價，就這2句話。那麼真正能夠賺到錢的人，他不是沒有失敗，各位，只是他失敗的次數很多，把每一次失敗都變成了自己下一次更新迭代的一個肥料和養料。所以說大家一定要清楚，貧窮不是因為你的運氣不好，也不是就是因為你的認知不夠。說白了，
這句話可能說得很扎心，但是它確實又是一個事實。你可以不接受它，但是你必須要面對它，而且不能反駁它。改變永遠只能靠自己，不要指望着別人來拯救你，你也不要等着天上掉馅兒餅。這個年代，天上掉的不是馅兒餅，全是陷阱。想要自己的生活過得好，只能靠自己去爭取。所以說，各位該怎麼辦？按照我說的，停止抱怨，開始行動，動腦子，開始思考，開始行动，勇敢地邁出你的第一步小步，小步快跑，更新迭代，把你自己它會推向一個更好的未来。这才是普通人应該幹的一個事情，也是在當下的這個時代最極其能夠讓普通人翻身的一件事。